今天是王琼33岁生日，没想到，第一个来为他祝贺生日的，竟是一只不请自来的蝴蝶。怎么不走啊？对，哎，我说一只蝴蝶，我就把手这么一伸，它啪就落我上来了。我的小名也叫蝴蝶，多巧。所以佛保佑我的，这就是缘，自己飞来的。巧合的是，再过4天，丝路花语也即将迎来他的33岁生日。大型舞剧《丝路花语》首场演出是1979年5月23日。20年后，和这部舞剧同年同月出生的兰州女孩王琼，也成为英娘的扮演者。今天即将上场的这个女孩，已经是这部舞剧史上的第17位英娘了。一部来自敦煌的舞剧，连续上演了33年，在国内外先后演出3000多场次，创造了中国舞剧演出之最。它历久不衰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呢？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刚刚从8亿人民10年看8个样板戏的极度贫乏中解放出来。10年动乱结束后，百花凋零的文艺舞台正在逐渐恢复元气。劫后余生的艺术家们都渴望探索新的艺术形式。改革开放后，中国舞蹈的划时代作品竟然诞生在偏僻的西部省份甘肃。1977年，时任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陈顺尧给省歌舞团提议，去敦煌莫高窟寻找素材，创作一部敦煌艺术题材的新舞剧。他首先提出，我们甘肃的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创作、把我们的这个体验生活盯着我们的世界宝库，咱们守着一个巨大的宝藏，那就是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后来，宣传部的部长吴坚同志亲自抓了这个事情。现在我们搞这个戏，以后我们要站到前头交给别人，我们要走出甘肃，走向世界。我们全团那时候当时有100多将近200口子人，大家就哗然大笑，都哗都笑了，哎呦可笑死了，哎呦叽叽咕咕。1977年11月中旬，大西北的冬天已经悄然来临。尽管没有多少人相信自己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甘肃省歌舞团的一行7人还是出发去敦煌采风。他们被莫高窟的壁画震撼了，震撼过后，他们陷入深深的迷茫。浩浩400多个洞窟，上下1000里画路，编一台怎样的戏才能表现出如此恢宏浩瀚的题材呢？
当然把这画都挂到墙上啊，摆到这里，一天脑子里就想这个，排练室里坐着也想，有的时候就真是魂牵梦绕啊，跌跌绊绊的，就是死去活来的，可以说是。直到今天，他们都认为自己是莫高窟发现以来最为幸运的造访者。他们得到了常书鸿、段文杰等中国顶尖敦煌学专家的指导。每天早上6点，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段文杰提着一串钥匙来叫大家起床去看洞子，一个窟一个窟的讲解。石伟香研究员给大家充当了莫高窟的活字典，问到哪里他就能讲到哪里，他超强的记忆力震撼了每一个人。那么当时包括常书鸿老师啊，他是对画飞天非常有研究，因此也告诉我们飞天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觉得它为什么能这样飞起来，为什么还有黑飞天还有白飞天这样，我们就有很多不明白。所以他没有他们的真心的真心的真切的帮助，这个丝路花语的成功也是不可能的。排练的这程序表上就写4句，最后鼓掌，那就叫丝路花语吧，大家哗鼓掌。那么，这个从敦煌壁画中精心孕育的新生儿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1979年5月23日，丝路花语在兰州黄河剧场首演。舞剧《丝路花语》讲述了盛唐时期发生在敦煌的一场生死别离的故事，塑造了敦煌画工沈笔章和女儿英娘、波斯商人伊努斯等众多精彩的舞蹈形象。剧中的舞姿是从敦煌2000多尊彩塑、4万多平方米壁画中提炼出来的，被称为复活的敦煌壁画。一个是音乐的特点，再一个就是舞蹈的特点。这个舞蹈语汇呢，是完全得益于敦煌壁画。丝路花语的横空出世，给沉寂10年的艺术舞台扔下了一枚炸弹。热烈的赞扬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有人说这是划时代的舞剧杰作，有人却说内容不健康，甚至有人给北京写告状信，指责丝路花语崇洋媚外。当时比较年纪大的，像赵志勋已经去世了，我们的编剧写了一封信给文化部，讲他说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的友好的外国朋友呢？1979年10月1日，丝路花语剧组顶着巨大的压力前往北京参加建国30周年文艺汇演，他们渴望听到北京的反响。
临行前，团长嘱咐大家带上1个星期的全国粮票。10月1日晚，丝路花语在人民大会堂亮相。雷鸣般的掌声告诉所有人，丝路花语成功了。就哗，一夜之间，就不知道，也不是报纸，怎么就那么一下子就轰开了，然后就排队。我跟你说，我原来有个照片，现在找不着，就是有些人拿着行军床，半夜就在那个票房门口，我就是9月份嘛，拿小板凳铺着报纸坐着排着。丝路花语在参加调研的全国137台节目中脱颖而出，获得创作和表演双1等奖，这是当时国家级的文艺类最高奖项。剧组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邓颖超说：“这个剧可以派出去。”中国戏剧、舞蹈界的专家们对这一划时代的舞台艺术精品给予高度赞扬。这个曹禺先生也特别激动，他这个戏的演出在北京的这个演出是一次爆炸，他已经预想到了，确实就是一次爆炸，一下引起轩然大波。那场演完以后，我记得艾连老师和赵青老师就上后台来了，说这个小孩非常好。那当时他们把我当小孩呢，说你演得太好了，你太投入了。丝路花语轰动京城的消息一时传遍了大江南北。时任广东省省长习仲勋闻讯后，盛邀剧组赴广州演出。1979年冬天，剧组南下广州，丝路花语轰动花城。习仲勋多次观看演出，并接见演职人员。他觉得这样优秀的剧目应该在国际舞台上登台亮相了。习仲勋看完以后大加称赞，立即给香港的当时的总督联系以后，他是用特批的手段，我们到了香港。也就是说，真正的丝路花语为国争光，丝路花语在国际市场上首次亮相，就是30周年大庆以后紧接着赴香港的演出。从1979年底到1980年，丝路花语在香港、内地连续巡演200多场，中国舞台上刮起了强劲的敦煌旋风。许琦和贺艳云至今都珍藏着丝路花语在意大利斯卡拉大剧院演出的门票。因为斯卡拉是世界第1大剧院，所有的欧洲人的眼中，或者说西洋人的眼中，进入了斯卡拉大剧院的人就是顶尖级的，就是世界级的。1982年9月，在时任文化部部长黄振的强力推荐下，丝路花语开始了在欧洲的访问演出之路，首演就在享誉世界的意大利米兰斯卡拉大剧院。这是亚洲第一个进入世界最高艺术殿堂的演出团体。
进去以后，我们发现那个剧场不同于一般，它是金碧辉煌，完全是18世纪古典式的。那确实是好像让我们搞艺术人觉得很神圣的一个地方，感觉。中场闭幕时，斯卡拉大剧院沸腾了，热烈的掌声持续了20多分钟。雷动的掌声，哗，掌声，我们都吓呆了。我说天哪，从来没听过这么热烈的掌声。然后等到那个序曲演奏的时候，安静极了，序曲以外又是热烈掌声。我们当时就是激动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是那种感觉。就不知道怎么表现，就每一个人都尽心竭力的要演好自己的，哪怕我是一个群众演员，我站到那儿，我每一个姿势好像都千斤重担一样。当时演出完了以后，我们全都好多同学都哭了。哎呦，我真的好像看到5星红旗升起来了。而且我们大幕会无数次这样开啊关呀开啊关，就我们的谢幕已经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时刻，不是一个好像结束了这样。离开意大利，丝路花语剧团又来到世界艺术之都法国巴黎，连续演出数十场，有10多万巴黎观众观看了演出。丝路花语的欧洲之旅，不仅让世人对敦煌艺术刮目相看，也改变了国外对当时中国的印象。有一个中餐馆老板刚开始看不起我们，头先去给我们吃的那个猪肚子呀、猪肝啊那些猪下水，我们就挺不高兴的。他说：“听说你们在国内都吃不饱肚子呀？”他这样讲的。等到一场演出下来以后，他一下子他就头低下了，身子也弯下了。然后不但是给我们顿顿吃得好，每天来味道怎么样啊？后来这个话成了我们团的网络语言一样的，味道怎么样啊？就这样。然后我们上飞机的时候还不放过那机会，给我们做了吃的，提着一直送到飞机场来。花雨纷落，星汉灿烂，千年飞天的曼妙舞姿惊艳海外。西方的观众们惊呼：“这是东方的天鹅湖。”每场演完，不管到哪儿去，他国外更是这样，都是往前拥，因为他们想再仔细看清楚一下演员这么美，这么漂亮。人们惊喜地发现，中国的舞台艺术并非都像样板戏那样干瘪和生硬，原来中国人也有这样的温婉，这样的优雅，这样的美丽。那时候很闭塞，咱们中国整个国外对我们也了解很少，我们对他们也了解的很少。那么我们丝路花语呢，前面讲严格讲，确实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使者的开始。从此，丝路花语的演出就从未间断过，在世界各地舞台上整整演了33年。33年来，剧组先后访问过朝鲜、法国、意大利、日本、泰国、苏联、西班牙、土耳其及港澳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次又一次轰动海外。丝路花语成了中国的文化使者。2004年10月，丝路花语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定为中国舞剧之最。其实丝路花语就是以敦煌为大课题进行展现的一个舞剧，它的依据，它的背靠的就是敦煌。现在又进行新的加工，又进一步
在世界各地演出，它能够经久不衰、不断的演出，根本所在就在于敦煌是一颗璀璨明珠，能够让丝路花语不断展现它的魅力。光阴流转，新老交替，历经多次复排修改的丝路花语，仅英娘这一角色就已经到了第20位了。一代又一代英娘轮番登场，一群又一群飞天把来自敦煌的浪漫花语洒到了世界各地。舞从敦煌来，敦煌延续1000年的音乐舞蹈遗存，是浩瀚的中华乐舞的海洋，截取每一朵浪花都会掀起绚丽夺目的波澜。取材于千手千眼观音的千手观音，令无数观众为之倾倒。同样从敦煌壁画中走出来的大型舞剧《大梦敦煌》，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被誉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我是用几个字给他总结的，一个是它的开放、兼容、民族、创造。整个壁画里边都能有这样一个魂在其中，这个魂就是敦煌的精神。这就是飞天神奇的魔力，不朽的魅力。什么是敦煌舞蹈的灵魂？它并不高远，它就在这些舞者的生命里，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里。